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牙医诊所常常疯狂推荐植牙。许多人缺牙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植牙，因为大家都说植牙最接近真牙，可以恢复笑容和咀嚼。但植牙昂贵费时，动辄需要花费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有资深牙医师透露了一个行业机密，其实还有更省钱、更安全的方案，可以让你省下90%以上的费用，还能保住自己的好牙。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这背后的秘密，看看牙医为何爱推植牙，以及这个被忽视的替代方案到底是什么。缺牙对一个人的影响绝不只是美观而已，少了一颗牙齿，笑起来会有缺口，说话发音可能漏风，吃东西也变得束手束脚。不仅如此，缺牙的位置如果长期空着，两侧的邻牙可能会慢慢向空隙倾斜移动，对咬的牙齿则可能逐渐伸长寻找对救，时间一久，你的咬合关系就乱了套，甚至连脸型都可能因此改变。简单说，一颗牙的缺席可能引发一连串口腔问题，所以大多数人在掉牙后都想赶快补一颗牙上去。而在现代牙医疗法中，补牙的黄金标准往往指的就是人工植牙。植牙就像把一根人工牙根锁进骨头，再在上面装上假牙冠，可以稳固的填补缺牙，不伤及两侧邻牙，理论上使用寿命也长，因此成为许多牙医师口中替代缺牙的首选方案。但为什么牙医都狂推植牙？难道缺牙了就只能选择植牙吗？如果我害怕动刀开骨头的手术怎么办？如果我的身体状况或骨头条件不适合植牙呢？如果我的预算有限，但又想要安全可靠的治疗，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些疑问其实很多人在牙椅上都默默想过。然而，每当你露出迟疑，某些牙医可能还是会不厌其烦地劝说，放心吧，植牙很安全，我们这案例很多，不植牙以后会更惨，等等。这背后会不会藏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幕？让我们先从植牙本身来看。植牙技术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1965年，瑞典科学家布朗马克发现，钛金属埋入骨头后会和骨骼紧密结合，这开启了现代人工植牙的先河。经过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发展，植牙逐渐成熟并风行全球。对牙医师来说，植牙仿佛是一场革命。以往面对缺牙只能做假牙或传统牙桥，但有了植牙，仿佛可以长出一颗新牙。由于植牙不需要破坏邻近的健康牙齿，又能伸直骨头稳固咬合，许多人称赞它是最接近真牙的重建方式。的确，在理想状况下，一枚植体加上牙冠可以让缺牙者重新大口吃苹果，开怀大笑。所以这20-30年来，植牙几乎成了缺牙重建的代名词，也难怪牙医师们三句不离口的推荐，缺牙要及时植牙哦。然而，植牙真有这么完美无缺吗？事实上，人工植牙潜藏着3大致命危机，只是你可能没有被充分告知。我们接下来就揭开植牙风光背后的隐忧。首先，第一大危机，慢性发炎，骨头变成豆腐。这听起来耸人听闻，但是植牙常见的隐忧之一。大家都知道，真牙如果不好好清洁保养，牙龈会发炎，牙周组织会被破坏，久了牙齿就松动脱落，这就是牙周病。而植牙虽然没有牙龈肉穿过牙根，但牙肉贴着植体的地方依然可能藏匿细菌。如果口腔清洁不到位，植体周围炎随时会找上门。植体周围炎可以理解为植牙版的牙周病，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进展常常悄无声息，却会让植体周围的骨头一点点被吸收掉。很多人以为种了牙就一劳永逸，不会再蛀牙，却忽略了植体周围发炎更难处理，因为植体和骨头是紧紧融合在一起的。发炎时没有牙周韧带这层弹性组织可以缓冲或提醒，往往等到骨头被细菌啃，得松动了，患者才惊觉不对劲。牙医师形容晚期的植体周围，骨头就像豆腐渣一样松软，植体因此失去支撑而动摇。更糟的是，一旦植体周围严重发炎，要清理相当困难，有时必须翻开牙肉刮除肉芽，甚至植体松动到一定程度就只能整颗拆除。换句话说，慢性发炎是植牙稳定的头号杀手。据一些临床统计，5到10年内有相当比例的植牙患者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植体周围炎，
如果没有做好口腔卫生或定期追踪清洁，植牙失败率其实不低于真牙罹患牙周病的比例，只是这些数字鲜少被提起。大多数广告只告诉你植牙可以用一辈子，却没强调那得建立在良好保养和定期检查的前提下。一旦懈怠，植体周围的慢性感染就可能像隐形杀手，慢慢毁掉你的骨头。再来，第二大危机，夜间磨牙，偷偷把植体摇松。你知道吗？人的真牙之所以能牢牢但有弹性地扎根在嘴里，是因为牙根周围有一层名为牙周韧带的组织。牙周韧带就像避震器，连接牙齿和齿槽骨。平常你用力咬东西时，它会稍稍缓冲吸收震动，同时透过韧带内的神经告诉大脑，咬合力够了，可以停止用力，以免损伤牙齿。所以我们平常咬东西很少会用力过猛到把牙齿咬裂，因为牙周韧带在保护着我们。然而，人工植牙是把钛金属直接融入骨头，没有牙周韧带。换句话说，植牙缺少了天然的避震装置和力道感测器。一些平时爱咬硬物或夜里有磨牙习惯的人，植牙后可能不自觉地对着那颗人工牙施加过大的力量，却少了韧带神经的提醒机制。长此以往，植体周围的骨头承受过大的压力，可能加速吸收或造成微小的骨裂。有人形容这种情况就像开车的时候没有避震系统，一颗小石子都会把底盘震得生疼。同理，夜间磨牙患者的人工植牙特别容易受力不均而逐渐松动。另外，植体和真牙并存的情况下，由于真牙会稍微动，植体不会动，两者力学表现不同，长期下来也可能导致咬合不协调或邻牙受力不均。这些问题一般人在接受植牙咨询时往往不会想到，如果牙医师也没有主动评估告知，日后出了状况，患者才会懊悔莫及。简而言之，如果你平常有磨牙，喜欢啃硬物，或运动习惯容易让牙齿碰撞，一定要慎重让牙医评估是否适合植牙。必要时也应该在植牙完成后佩戴夜间护齿垫来保护，以免夜深人静时无意识的磨牙动作把几十万元的植体慢慢震松。最后，第三大危机，手术风险与身体限制，并非人人适合。植牙归根究底是一种外科手术，别看牙医师3两下就把植体锁进你的骨头，这过程其实充满技术含量和风险控管。一般年轻健康的患者，植牙手术通常很顺利，顶多术后肿胀几天就恢复了。但对一些有全身疾病或特殊状况的人而言，植牙手术可能暗藏危机。比如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人，在紧张的手术过程中，血压、心跳容易飙高。曾有案例显示，患者在植牙椅上因心脏问题出现危急状况。又比如糖尿病患，由于伤口愈合能力较差，植牙后容易感染或整合不良。再来，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如骨质疏松治疗的药物的人，植牙可能有罕见但严重的并发症，颌骨坏死等。另外，高龄长者若有服用抗凝血剂，曾经中风等病史，拔牙、植牙这类侵入性治疗都需特别小心。有些人口腔条件也让植牙变得复杂危险，例如上颌的缺牙区域，如果齿槽骨高度不足而又临近上颌窦，稍有不慎就可能钻入上颌窦，造成鼻窦膜穿孔。下颌后方缺牙区则需避开下齿槽神经，一旦方向角度评估不良，植体有可能压迫神经，导致下唇麻木。更极端的案例曾在国外发生，患者舌头下方的大血管在植牙钻孔时受到损伤，出血在口底形成血肿，结果压迫呼吸道，引发致命危机。虽然这种意外几率极低，但足以提醒我们，任何手术都有风险，植牙也不例外。只不过，大多数人在听到牙医滔滔不绝谈植牙的好，看到诊所满墙的成功案例照片时，往往忽略了那些被避而不谈的风险。牙医师作为专业人士，本应在术前充分评估患者的身体和口腔状况，并解释利弊。可有的诊所为了业绩，可能对此轻描淡写，让患者误以为植牙跟补牙一样简单安全。这里要强调，并非吓大家不去植牙，而是植牙必须量力而行，量体裁衣。对于身体状况不适合或骨条件不好的人，贸然植牙可能得不偿失。看到这里，你或许会问，既然植牙有这么多潜在问题，
难道我们就只能干瞪眼，任由缺牙造成不便吗？难道除了活动假牙可以自行窄带的假牙之外，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了吗？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揭晓的重点。资深牙医师口中的更省钱、更安全的选择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在牙科领域，有一种技术已经存在很多年，只是过去因为材料与技术限制不够完美，一度不被看好。近年来，随着材料科学的大跃进，它摇身一变成为微创牙科的新星。有经验的牙医师透露，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新发明，而是酒后藏鉴已久的老方法，经过升级重出江湖。这个方法就是粘着式牙桥。可能有人第一次听到粘着式牙桥会一头雾水。牙桥我们多少有听过，就是用两边的牙齿做支柱，悬空挂上一颗假牙吗？那粘着式牙桥是什么黑科技？难道用粘的就能装假牙吗？其实粘着式牙桥并不复杂，通俗的讲，它就是利用特殊粘着剂将一颗人造假牙固定在临近真牙上的一种固定假牙。传统的固定牙桥需要把两边邻牙磨小，套上牙套当桥墩，成本是牺牲两颗健康牙的结构。而粘着式牙桥则是在邻牙内侧粘贴一个翼板，就像假牙小翅膀一样勾在邻牙背面，通过高强度的树脂粘着剂把假牙粘牢，不用大磨邻牙，更不需要在缺牙处动刀植入金属，整个过程对牙齿和身体的干扰都降到最低。因此粘着式牙桥又被称为微创牙桥。早在1970年代，国外就有了最初的粘着式牙桥雏形，当时常用金属翼板，因由美国马里兰大学首先报道，又称马里兰桥。不过早期的技术因为粘着剂性能有限，加上金属翼板可能影响美观或在粘着界面出现脱落，导致粘着桥的名声一开始不算好，许多人觉得它不牢靠，只能当作临时过渡。但随着材料学的进步，近10年来粘着式牙桥浴火重生。现在的粘着桥多采用高强度的瓷材，例如氧化锆陶瓷，制作翼板和假牙，配合改良的单边悬臂设计，以及性能极佳的树脂粘着剂，可以说大大提升了成功率。也许你会怀疑，粘上去的假牙真的牢吗？别忘了，我们天天要用牙齿啃咬食物，光靠粘着会不会几天就掉下来？这正是早期许多患者心中的疑问。然而现在临床研究给出了令人惊喜的答案。大量高品质研究和长期追踪显示，设计良好的粘着式牙桥5年存留率在90%以上，10年存留率也有80%到90%之间。注：存留率指假牙还在使用，中间即便有重新粘着过也算存留。也就是说，多数粘着桥装上去后可以稳稳用上好几年甚至10年以上。当然，它的成功率略低于标准的植牙成功率，一般单颗植牙10年存活率约90%以上，但已经相当接近了。更妙的是，就算粘着桥出了状况，多半是假牙翅膀脱落，这类小问题医生重新粘上去即可。对患者而言，只是吃东西时突然掉了一颗假牙出来，吓一跳，但不会痛，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而植牙一旦出问题，通常要面对的是牙龈流脓、疼痛、骨头缺损，最后不得不挖除植体的大工程，身体和心理创伤都更大。可以这么比喻，粘着牙桥的风险如同气球漏气，补一补还能继续飞；植牙的风险则像轮胎爆胎，一旦炸掉就要换胎，甚至连轮框都可能毁坏。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还是不死心，粘着桥听起来不错，但会不会也有缺点？为何牙医没有主动跟我提过这种选项呢？其实粘着式牙桥并非完全没有局限。首先，它适用的情境通常是缺失单一牙齿，而且临近牙齿条件良好，例如门牙掉了一颗，或小臼齿掉了一颗，旁边牙没有严重蛀牙或大填补，这时粘着桥很好用。如果是多颗连续缺牙或者邻牙本身就有问题，那就不太适合用粘着桥了。另外，粘着桥最常用在前牙或前磨牙区，对大臼齿区域因咬合力超强，成功率相对低一些，但如果条件允许，也不是不能做，只是医师需要更谨慎评估力学设计。再者，粘着桥虽然不需要大削邻牙，
但通常还是会在邻牙的珐琅质上粗化或小小地磨出一点点凹面，好让一板就位贴合。所以邻牙多少有微小磨损，只是跟传统牙桥要磨成小牙头那种重伤比起来，粘着桥对邻牙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假如你的邻牙本来就有补过牙或需要上冠修复，那使用粘着桥就更是顺理成章，因为本来牙齿就要处理了，顺便当支架一举两得。至于牙医为何未主动提及，一来可能是医师的习惯和专长问题，有的牙医师本身对植牙情有独钟，习惯逢缺牙就推荐植牙，有些则对新兴的粘着桥技术不够了解或没有操作经验。事实上，粘着式牙桥需要非常精细的设计和制作，要考虑翼板的形状、厚度、粘着面积、咬合受力方向等等，否则做不好容易脱落。所以并不是每位牙医都愿意花时间尝试，加上早年失败案例多，一些老经验牙医对此法存疑也是可能的。二来，也不可否认，经济利益在推广治疗时扮演了一定角色。以现行情况，一颗植牙的收费往往是数万元起跳，而做一个粘着式牙桥可能只需1/10的费用。对某些唯利是图的医师或商业化连锁机构来说，自然更倾向推荐高价的植牙方案。此外，大众对植牙的认知度高，对粘着桥却很陌生。牙医若主动提粘着桥，反而怕患者怀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便宜。因此，有些牙医也就顺水推舟，只谈大家认知里最好的方案，即植牙，省去解释另一种方案的麻烦。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少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有其他选择，以为缺牙非植牙不可，白白错过更省钱又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其实在国外以及台湾一些注重微创治疗的牙医圈，粘着式牙桥早已重新受到重视，特定临床情况下，粘着桥甚至被认为是比植牙更好的选择。举几个例子，情境一，年轻患者，例如10几岁的青少年，因外伤掉了一颗门牙，这时颌骨尚未发育完全，立即植牙反而将来可能因周围骨头继续生长而使植体位置变低，与其他牙齿不齐。对于这种年轻缺牙患者，医师通常建议使用粘着式牙桥作为长期临时解决方案，一直用到成年骨骼定型后再考虑是否换植牙。这样既维持了外观和功能，又保留了未来治疗的弹性，一箭双雕。情境二，患者齿槽骨条件差，缺牙区骨头高度或宽度明显不足，如果要植牙，可能需要先做补骨、上颌窦提升术等附加手术，不仅增加费用，还增加风险和痛苦。这种情况下，粘着式牙桥不受骨量限制，可以完全避开那些繁复的植骨手术，直接利用邻牙支撑，对患者来说简直是救星。情境三，患者因全身状况不佳或心理因素无法接受手术，有些人听到要开刀钻骨头就吓得直摇头，或者确实有心脏病、凝血问题不适合动刀，这时粘着桥提供了一条不用手术的康庄大道，不需要麻醉打针，不需要开刀缝合，只要取模型制作，粘着贴上，几乎零痛苦零风险就能装上一颗固定假牙。这对恐惧植牙的人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总而言之，粘着式牙桥的出现为许多缺牙又不想植牙的人带来了希望。或许有人会问，那粘着桥这么好，我是不是以后都不用考虑植牙了？也不能这样说，植牙仍然是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治疗，在很多场合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例如，当缺牙数量较多，缺失位置受力很大，或者患者追求最长久的方案且身体条件又允许时，植牙通常能提供比粘着桥更长期稳定的效果。植牙不用依赖邻牙，不会对邻牙造成任何负担，这也是粘着桥比不上的一点。粘着桥究竟还是需要邻牙帮忙承重的，因此最理想的情况是牙医师能够同时掌握多种技术，根据患者的具体条件提供客制化的建议，能保留真牙就尽量保留，真牙不行再看是植牙好还是粘着桥好，或甚至还有其他选择，比如自体牙齿移植，将自己的智齿移到缺牙处，也是新兴的有趣疗法。可惜的是，现实中不少人没有得到完整资讯，就稀里糊涂拔掉牙去植牙，等植牙失败或出问题，才懊恼自己当初为何不寻求第二意见。
所幸现在网络资讯发达，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能让大家在看牙时多一分心眼，多一个选项。聊到这里，我们不妨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牙医都爱推植牙？综合我们刚才的分析，其实答案并不神秘。首先，植牙技术在业界盛行，许多牙医师对它熟练又有信心，自然优先推荐自己拿手的治疗。其次，植牙的利润确实丰厚，对诊所而言是一笔可观的收益，一些不销业者难免受经济驱动而过度推销。第三，大众观念使然，患者自己也常开口就要求是不是该植牙，导致医师更顺势而为，忽略介绍其他方案。但对患者来说，牙齿是自己的，口袋的钱也是自己的，当然希望花费更少，风险更低，又能解决问题。那么这所谓行业机密的更佳方案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并没有什么阴谋论，只是相对低调的传统疗法没有被强调而已。现在你已经知道，粘着式牙桥就是那个可能被埋没的宝藏。如果你的牙齿还能救治，不要轻易放弃它；如果你的牙齿不幸缺失，也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只考虑昂贵的植牙。多和牙医师讨论沟通，了解自己的身体和口腔条件，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再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这才是聪明的做法。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牙科医学还会出现更令人惊奇的进展。例如近年日本科学家就在研究让人类重新长出新牙的生物技术，如果成功实用化，将颠覆目前所有假牙疗法的地位。试想，假如2030年真的可以打一针长出新牙，那些花大钱种满嘴人工牙根的人会不会追悔莫及？当然，未来充满变数，我们无法预知科幻般的疗法何时实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珍惜自己的每一颗真牙永远是上策，能不拔就不拔，能保留就尽量保留，这是牙医界亘古不变的原则，也是对你健康最负责的态度。毕竟大自然花了几百万年演化才给了我们这一口好牙，再先进的人工植体也无法完全取代天生的精妙构造。所以下次当牙医再提议动不动就拔牙植牙时，不妨三思而后行，主动询问医生，我这颗牙还有没有救？不用植牙，有没有其他办法？一位真正为病人着想的牙医师会愿意和你讨论各种可能性，而你懂得为自己的牙齿争取机会，最终受益的将是你自己的健康与荷包。总结来说，牙医狂推植牙的背后并不神秘，无非是专业习惯使然，加上商业驱动。然而，我们今天拆穿了这个行业机密，在许多场合确实存在更省钱又安全的替代方案，从保住原生牙到粘着式牙桥，都可能比立即植牙来得划算稳妥。希望这篇深入的探讨能帮助你看清植牙的利与弊，并认识被忽略的选项。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重获健康笑容，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掉进昂贵治疗的唯一选择陷阱。记住了，自己的牙齿能留则留，该花的钱才花，不该花的冤枉钱就让这些知识帮你省下来吧。用聪明理性的态度面对牙科治疗，你将笑得更安心，吃得更开心，真正做到留住好牙，省下真金白银。